第86章提醒。克莱恩的视线随即从维尔玛·葛莱蒂斯女士身上移开，望向了旁边的胡萝卜蛋糕、奶油松饼等甜点，以及与他们没隔多远的烤子鸡、炖羔羊肉、煎肉眼牛排、迪西特色烤鱼等食物。他幅度很小的吞了口唾液，强迫自己将目光收了回来，准备邀请玛丽夫人跳第二支舞。作为主人，前面3支舞是不能缺席的，所以他只能让自己暂时忘记饥饿，忘记那边的美食。而这个时候，肚子已非常明显的维尔玛·葛莱蒂斯走到了摆放杯装冰淇淋的地方，伸了下手，又缩了回来，想吃。她的丈夫艾伦医生并没有去跳第一支舞，依旧跟在怀孕的妻子旁边。维尔玛·葛莱蒂斯严肃摇头道：“不，我不想吃，我是个孕妇，吃冰淇淋不好。不过，肚子里的小家伙似乎想尝一点，只是一点。”艾伦医生微不可见地点了下头道：“那就尝一点，剩下的给我。”维尔玛瞬间露出了难以遏制的笑容。你真是太宠孩子了。她没有反对，看着丈夫从冰块的包围里拿起了一杯球状冰淇淋，享用了2口后，维尔玛闭了下眼睛，猛地移开目光，望向没去跳第一支舞的几位夫人，发现他们正低声交流着什么，脸上带笑，表情暧昧，时而用手掌捂住嘴巴，窃笑不已。他们在说什么有趣的事情？维尔玛顿生好奇，和丈夫艾伦打了声招呼后，向着那边走了过去。可是那几位夫人很快散开，似乎在等待第二支舞。维尔玛一阵失望，对唯一停留于原地的美丽小姐道：“你知道他们刚才在说什么吗？”我对他们的话题不感兴趣。海柔尔瞄了眼身旁的孕妇道。他没有指责对方的问题有点失礼，因为孕期的夫人们总是有些特权的。维尔玛这才注意到墨绿色长发的海柔尔端着杯香槟，一副不想被邀请跳舞的样子。他有种发自内心的高傲，哪怕看向那位从男爵夫人时，也只是维持着最基本的礼貌，这是让人喜欢的品格。可问题在于，他对所有人都这样，而且太冷淡了。或许正处于罗塞尔大帝提出的叛逆期。作为中学教员，维尔玛忍不住在心里评价了几句，然后知趣的与海柔尔拉开距离，寻找熟悉的小姐和夫人们聊天。跳完开场的3支舞后，克莱恩终于得到短暂的空隙，能够塞点食物，喝杯放了冰块的解渴甜冰茶，这是他特意让厨房准备的迪西特色。因为桑中左轮的影响，他喝的有点多，仅与埃莱克特拉主教闲聊了几句，就抱歉离开，前往盥洗室。其实他还能憋至少3支舞，可他觉得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突然上门，也许是想与自己交流点什么，所以主动寻找起合适的无人环境。虽然他是未出生的胎儿，属于被动前来，但如果他不愿意见我，至少有100种办法能阻止他的母亲出门。总之，先试一试。克莱恩边咕哝边进入盥洗室，反锁住了房门。他正犹豫着是先解决下腹鼓胀的问题，还是耐心等个1-2分钟。灵感突有触发，当即望向了那面洗漱镜。镜中不知什么时候已映照出了一辆黑色婴儿车，车里阴影深重，让人看不清具体的细节，只能知道有个裹着银色丝绸的小孩。那小孩用清亮的声音说道：“你的命运出现了一点偏移，发生了什么？”克莱恩的精神一下紧绷。婴儿状态的威尔昂塞汀嗤笑了一声道：“这必须问你自己。我只能知道你应该是遇上了一位天使。”克莱恩忽然想起了那座原始岛屿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做出的猜测，思考了几秒，皱眉问道：“天使能看出我身上的特殊吗？”我见过橘光，他告诉我只有少数的高位的灵界生物，以及某几位权柄独特的神灵和代表命运的非凡者能不同程度的发现这点，而且必须近距离接触过婴儿车内的威尔昂塞汀吸了下拇指，笑着说道：“应该是没有，因为你并不危险，而且除了你有特殊，你身上的一些物品和你的同伴也许同样有特殊，能引起那位的兴趣。我身上的一些物品，我的同伴。”克莱恩念头一转，发现自己之前或许真有被暗示，再加上确实也没想到，所以遗漏了一件事情。探索原始岛屿时，他随身携带着格罗塞尔游记，这是古神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制作的图书。如果那座原始岛屿真与黄昏影视会有关，不管教堂深处是观众途径的天使带着风暴途径的高序列材料，还是恰好相反，他都应该对这本游记感兴趣。毕竟这个组织的首领大概率是空想天使神子亚当。
正是因为有这本游记，才放任我拿走暴君牌，并阻止我和倒吊人先生进一步探索。克莱恩有所猜测的开口道：这该怎么解决？不用解决，从长远来看，这应该是一件好事，但中间会有不小的麻烦。威尔昂塞汀用清亮的嗓音说道，而且你本身已经背负了不少事情，再多一件也没什么关系。我提醒你，只是让你多注意一下，以免被麻烦击倒。有道理，债多了不愁，说不定还能创造机会，让债主们打起来。仔细思考后，克莱恩在心里附和了一句。他转而问道，我那位想得到一滴神话生物血液的朋友希望知道，您究竟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威尔昂塞汀再次嗤笑道，我需要的很多，比如容纳概率之头的办法，比如帮我干掉乌洛留斯那个家伙。如果真能办到，你们想抽几管血就可以抽几管血，但是能办到吗？如果能办到，为什么还要冒险干掉乌洛留斯？直接对付你这条虚弱的命运之蛇不是更好？克莱恩一边腹诽一边毫无疑问的摇头道，不能，那就再想别的，我不着急。威尔昂塞汀顿了下道，今晚舞会里那个很高傲的少女有点问题，你如果有机会和她聊天，可以将话题引导向梦境方面。海柔尔，梦境？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道，好见威尔昂塞汀似乎有离开的意思，他连忙说道，那只千纸鹤快要破掉了，以后遇到紧急情况，我用什么办法联络你？威尔昂塞汀默然了一阵道，难道你指望我在妈妈的肚子里给你折千纸鹤？就算能折，你也拿不到啊。如果我想找你，只要你还住在这里，梦中随时都可以。你要是有紧急事情，就直接来拜访我父亲啊。用千纸鹤不也得等好久？好了，作为一个还没出生的胎儿，我该补眠了，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克莱恩只好点头道，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威尔昂塞汀正要消散的身影突的停顿，隔了2秒才道，还有件事情。什么事情？克莱恩的精神再次紧绷。威尔昂塞汀了一声道，你厨师做的冰淇淋太甜了啊！克莱恩短暂竟没反应过来对方在说什么，直到那辆黑色婴儿车消失在洗漱境内，他才有所醒悟，嘴角忍不住抽动了一下。解决完下腹鼓胀的问题，他洗手出门，找到贴身男仆理查德森，吩咐道，去厨房让他们降低点后续冰淇淋的甜度。理查德森没问为什么，立刻照办，直至快进入厨房才想到一个问题，道恩唐泰斯先生似乎还没碰过冰淇淋，为什么知道它偏甜了？对于这个问题，理查德森迅速就有了答案，他认为是哪位宾客品尝了冰淇淋后，将问题告知了自家雇主。虽然这有点没礼貌，但也不是太少见的事情，尤其熟悉的朋友会主动的、善意的提醒，以免舞会的主人风评下降。这个时候，因为上一支舞还在继续，克莱恩没急着考虑舞伴，走到边缘的长条桌旁，准备抓紧时间再吃点美食。他刚挑了块没什么刺的迪西烤鱼鱼肉，忽然看见威尔玛·葛莱蒂斯靠拢过来，拿了杯甜冰茶。这位女士对着舞会的主人点了点头，微笑说道，这种饮料很不错，我之前从未喝过来自南方的甜冰茶。克莱恩笑着解释了一句，随意看了眼对方的肚子道，他似乎很乖巧。或许是他。维尔玛笑笑道，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就是半夜偶尔会闹腾半夜。偶尔，不会是回复我问题的时候吧？克莱恩突然有点汗颜，假装没想到这事，将注意力放回了餐盘上。维尔玛则喝了口甜冰茶，向之前聊天的地方返回。等到新的一支舞即将开始，克莱恩将餐盘和杯子交给旁边的侍者，望了眼海柔尔所在的位置，缓步走了过去，微笑行礼道，小姐，我有这个荣幸邀请你跳舞吗？海柔尔沉默了几秒，将手中装有香槟的酒杯放到侍者手里的托盘上，礼貌回应道，这也是我的荣幸。第87章馈赠。轻舒缓和的旋律里，克莱恩和海柔尔正翩翩起舞，两人一个身材挺拔，一个苗条高挑，除了年龄差距显得有点大，无论动作节奏还是气质外貌都非常相称，极有美感，几乎可以作为示范教学。克莱恩主动打破沉默的气氛，于轻转之中状似随意的说道，我前段时间总是做噩梦，还好有女神庇佑，在教堂祷告过几次，喝了几杯圣水后，半夜就不再惊醒了。海柔尔沉默的抬了下眼睛，隔了2秒才道，什么样的噩梦？居然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威尔昂塞汀说的一点也没问题。克莱恩微笑回应道，处在一座废弃破败的教堂内，
然后被各种怪物追逐。但梦中的事情你也应该清楚，总是无法记住详细的情况。我难以描述出那些怪物究竟长什么样子。海柔尔没有说话，但深棕色的明亮眼眸内写满了不认同，也就是说，他认为梦中的事情并不是一定无法记住。克莱恩拥着他斜迈了一步，笑笑道：确实，我以前也有过很清晰的梦境，那个时候我还在南大陆，我梦到了一座倒立的陵寝，它由漆黑的巨石构成，往地底延伸，并有长满白色羽毛的活尸出来，要将我抓进去。我连续做了好几天类似的梦，说起来有点丢脸，我当时很害怕，慌忙前往附近城市，找到占卜家俱乐部，请他们帮我解读梦境，得到的结论是我可能在某次收购特产时，冒犯了一个部落的死神信仰。很奇怪的是，当我去那个部落道歉，奉上礼物，并参与了一次他们的庆典后，就再也没做过那个梦了。以上内容都是他从一个占卜家的角度出发编造出来的，目的是引起海柔尔的兴趣，看他是否会不自觉地透露点什么。同时，这也是一个含蓄的，不会引人怀疑的建议。暗藏的意思是，海柔尔如果有被梦境困扰，最好找占卜家俱乐部的成员或教堂牧师做个解梦，不要盲目相信梦里的内容，自己鲁莽尝试。当威尔昂塞汀提到海柔尔有点问题，可以与他聊梦境相关话题时，克莱恩就怀疑对方表现出来的矛盾点，也许就是源于连续的梦境，否则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明明有了至少序列8的实力，对神秘世界却严重缺乏常识，盲目高傲。而且她是接受家庭教育的上流社会小姐，应该很难接触到野生的、目的不明的非凡者。毕竟她的父亲属于肯定会被保护的下议院议员，身边应该不缺乏非凡者。所以克莱恩认为海柔尔很可能是接触到了什么物品，或是因为性格的问题被哪位强者看中，通过梦境的方式一步步引导为非凡者，又不给予必要的常识，同时还引诱他去下水道内挖掘寻觅着什么。而让他对这个猜测较为笃定的因素有2个，一是威尔昂塞汀的话语，二是偷盗者途径的序列5叫做窃梦家，他不会也不可能只有窃取行动念头一种非凡能力。海柔尔安静地听完道恩唐泰斯的讲述，嘴巴下意识张了张，又重新闭上，过了近10秒才道：为什么当时不去女神的教堂？果然对梦境话题有反应，不过还算谨慎，什么都没有透露。克莱恩苦笑一声道：那附近还没有女神的教堂，属于信仰蒸汽与机械之神的地区。海柔尔没再继续这个话题，将注意力放回了舞蹈本身，似乎已沉浸在音乐里。克莱恩同样安静下来，与这位女孩徜徉于美妙的旋律中。一支舞结束，他将海柔尔送回了原本的位置，然后因口渴前往长条桌区域，准备拿一杯甜冰茶。这时他看见埃莱克特拉主教正在那里享用红葡萄酒。与风暴教会、战神教会不同，黑夜女神的神职人员们都不能酗酒，必须拒绝蒸馏酒，可以少量饮用香槟、啤酒和红白葡萄酒。怎么样？这应该是你第一次举行这么盛大的舞会吧？埃莱克特拉主教笑着举了举杯子。克莱恩含笑回应道：很麻烦，也很有趣，最大的问题是一口气跳这么多支舞，总是让人疲惫，一直出汗，想要喝水。埃莱克特拉主教哈哈笑道：来了贝克兰德，不要减少对身体的锻炼，有的时候社交场合比你想象的更累。说到这里，他露出揶揄的表情道：奥洛丽女士对你相当夸赞，认为你的内在足以匹配你的外表。谢谢他的肯定。克莱恩一时找不到别的语言应对，只能以开玩笑的方式回应道：一个人的内在不是一支舞能够看出来的。不等埃莱克特拉主教露出男人都懂的笑容，他转而说道：主教，我最近插手了一笔生意，也许会得罪某位有权势的先生，我有点担忧他这是指考伊姆公司的事情和辛德拉斯男爵。埃莱克特拉主教品了口红酒道：不用担心，贝克兰德是讲法律的地方，而且女神会庇佑你的，这样我就放心了。赞美女神。克莱恩认真的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等到埃莱克特拉主教前往舞池，他的目光渐渐沉了下去，无声叹了口气。他这不是在畏惧和憎恨什么，而是觉得有些内疚，至少到目前，黑夜教会对他都算得上不错。虽然有金钱的缘故，但也确实给了不少帮助，甚至愿意提供一定的庇佑。可是他却在计划着怎么对付内部看守者，怎么瞒过查尼斯门后的封印核心，偷取物品。如果这个计划必须很长时间才能完成，那真得定时做心理治疗了，
否则精神方面还会出问题。克莱恩审视着自己的情绪，微不可见的摇了下头。乔伍德区一栋房屋内，休将买回来的费内波特大馅饼和迪西海湾甜冰茶放到餐桌上，对福尔斯道：“这种食物不要经常吃，不太健康。”为什么这么说？福尔斯拿了块镶嵌有水果和火腿肉的馅饼，咬了一口道：“杂志上看到的，作为一名赏金猎人，保持身材是必不可少的事情。”休犹豫了一下，还是抓了块馅饼凑向嘴边。福尔斯嗤笑一声道：“你是偏向战斗的非凡者，不是普通的赏金猎人，不用太刻意就能保持住身材。也许你因此错过了最后的长高机会。啊，对，我听说战士途径能有效让人变高，你看福萨克那些野蛮人就知道了。”休怔了怔，忽然叹息道：“可我出生就是半个仲裁人，没法成为战士。”很显然，他有认真考虑过。福尔斯见勾起了好友的回忆，忙假装什么都没说，专心享用起迟来的晚餐。等到吃饱喝足，收拾妥当，他将休拉进自己的卧室，清了清喉咙道：“你最近帮了我很多，我决定送你一件礼物。又有什么麻烦的事情需要我去做？”休警惕地摸了摸自己的金色短发。福尔斯眨了下眼睛，忽然有点反省自己平时的状态。他干笑了两声道：“这是针对之前。”不等休回应，他在对方狐疑的眼神里拿出了一个方形铁盒，原本装卷烟的那种。“我不抽烟。”休直接摇头道。福尔斯嗯了一声，将铁盒打开，显露出里面那枚浅蓝色的半透明六棱柱。休的目光顿时凝固，看着那晶体里面闪电一样划过的光芒，直觉的反问道：“审讯者？”“对，我在一个非凡者聚会里遇到一位参与者廉价出手他，害怕错过机会，赶紧将它买了下来。”福尔斯说着没有一点虚假的真话：“你也知道的，我前段时间才因为一件事情得到了老师的奖励，并不缺这份金钱。”休清楚好友最近经常外出，宣称是在为老师做事，可还是无法相信他能这么轻松就买下一份审讯者非凡特性作为礼物送给自己，这实在是跨越了他们原本的生活状态太多层次。他还在赌博，成为占星人后开始大笔赢钱，或者终于将目标瞄准了银行的金库，依靠开门的能力窃取里面的钞票。休瞬间闪过了好多猜测，可又找不到相应的证据。2-3秒后，他有了决定，那就是每周随机找2天假装出门，暗中观察福尔斯究竟在做什么。如果不是相信好友的人品和底线，他甚至会怀疑对方成为了哪位强力非凡者或有钱人的情妇。他太贵重了。休摆了摆手，试图拒绝馈赠。福尔斯早就想好了说辞，笑着开口道：“反正我以后还会有很多事情麻烦你，就当预付的报酬吧，我们是好朋友，不需要讲报酬。”休犹豫了1秒，摇头说道：“就等你这句话。”福尔斯当即笑道：“那就当提前给你的生日礼物，不许拒绝。”“可我生日还有大半年。”休一边嘟囔一边终于伸手接过了那份审讯者的非凡特性。周日上午，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和期待，像往常一样出门，准备去特定的地方留下对应的案记，约那位军情9处的面具男在夜里于某个偏僻的巷子深处见面。有了审讯者的非凡特性后，已消化完治安官魔药的他，只需要获得正确的配方，就能晋升序列期，在调查当年真相、恢复家族荣光上迈出坚实的一步。所以他迫不及待的想多接几个军方任务，尽快凑够功勋。做完这件事情，他打算先去东区几个地方转一圈，看有没有重要消息，然后回家跟踪福尔斯，弄清楚好友最近在做什么，有没有危险。可是他刚进入东区，就觉得似乎有人盯上了自己。第88章2次恍惚。谁？作为一名治安官，休在监控和被监控方面有着敏锐的直觉，当即心中一紧，思绪电转，考虑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最近2-3周以来，他都没有遭遇过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抓到的几个犯人也不属于非凡者，顶多和某个黑帮有点联系，不会有谁为了他们来得罪在东区小有名气的赏金猎人，所以他很快就将目标范围缩小，隐约猜到了暗中盯着自己的人属于哪个势力。极光会的成员。我上次没去 X 先生的聚会，结果那里发生了意外，场面据说非常惊人。军情9处的人告诉我， X 先生被人当场击杀，还带走了尸体，而刺客有动用半神层次的力量。极光会这是在排查谁做的这件事情，每一个收到聚会邀请的人都是他们的目标。休虽然有的时候毛躁粗心，思维方式比较直接，
但在类似领域有着强大的直觉，总是能一下想到关键的地方。而在 X 先生被杀这件事情上，他一方面庆幸自己被福尔斯拉走，没去参加聚会，躲开了意外，一方面认为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经得起任何人任何方式的调查，所以上周与军情9处那个面具男碰头时，他坦然自信，顺手接下了调查案件真相的任务。可惜的是，他并不清楚究竟还有哪些非凡者参加了那次聚会，无从着手。军情9处那位先生告诉我，极光会的人不是已经发病的疯子，就是潜藏的疯子，不能用正常人的逻辑来推测他们的行为，即使他们确认了我没有问题，也可能顺便杀掉我，以宣泄愤怒，警告真正的凶手。修精神高度紧绷地向前走着，重新规划了自己在东区活动的路线。这个路线上，他随时能够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如果遭遇袭击，有不小的机会逃脱或反杀。走着走着，修精神突然恍惚了一下，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已回到了位于乔伍德区的住所。修茫然进入，喝了杯清水，被福尔斯拍了下肩膀道：“陪我去一下东区。”修怔了2秒，说出自我感觉很熟悉的话语：“你要外出取材？”福尔斯当即否定了这个说法，表示之前接了个任务，要帮人寻找鬼魂消失后遗留的粉尘，而墓园内死者们的灵早就被净化，被送到了各自神灵的国度，只能去东区寻找。修犹豫着道：“我正准备参加 X 先生召集的聚会，你的事情不能推迟1天吗？”福尔斯立刻苦下一张脸，说自己太过拖延，任务已经快要截止。修叹了口气，答应了陪好友去东区寻找那些刚刚死去的或死去一段时间还未被发现的亡者。两人刚要出门，修被外面的风吹到了脸上，打了个寒战，猛地清醒过来，看见一个吟游诗人坐在街角，弹着七弦琴，唱着南方乡村流行的歌谣。修微皱眉头，抬手揉了揉额角，总觉得自己刚才有点失神，却又记不起在想些什么。他继续保持着高度的戒备，沿预定的路线进了家会贩卖午餐的酒吧，迎面遇上了位偶尔会给他提供情报的东区居民。这是位23、24岁的年轻男子，眉毛修得很细，棕发披到了肩上，五官不算粗犷，涂着廉价的化妆品，给人一种很违和的感觉。谢尔曼，这几天有发生什么事情吗？修招呼了一声。据他了解，这位叫做谢尔曼的年轻男子总认为自己应该是女性，只不过命运给他开了个恶劣的玩笑，让他成为了男人，这使他在过去多年里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歧视。谢尔曼微露牙齿笑道：“很平静，都没有男士请我喝酒，喝酒不好。”修认真的告诫了一句，越过对方，走向吧台。谢尔曼啐了一口，腰直摇晃的走出大门，一路来到了自己租住的那栋公寓。他在门口停留了几十秒，侧走2步，敲响了隔壁的房门。那木门吱呀一下打开，一道低沉却难掩甜美的女声传了出来：“你已经做出决定了吗？”谢尔曼迈步入内，反手关上房门，望向坐在床边一袭黑裙的少女道：“我还是有点不相信会有那么神奇的事情。”他的眼中，那位少女脸蛋略圆，气质温文，长相不仅甜美，还有别样的味道，非常迷人，非常有魅力。当然，于谢尔曼而言，他更多是羡慕，而非迷恋。那黑裙少女没什么表情的回应道：“你不是已经看过我以前的照片了吗？”他眸光转动间，总会不自觉地带上点忧郁。可那也许是你的双胞胎哥哥或者弟弟，我很难相信真的有办法让我变回女性。谢尔曼不太坚定地说道。黑裙少女没有笑意地笑了笑道：“那你可以当这件事情是假的，可以回去了。”谢尔曼双手一点点握紧，沉默了好久道：“我愿意试一试，虽然我知道你很可能在骗我，但我还是想试一试。那么，我将付出什么代价？”“听从我的命令，帮我做一些事情，放心，肯定是你能够办到的事情。”黑裙少女道：“要真正的改变你的性别，需要喝3次药，并完成一些仪式化的事情。我会教导你的。”说到这里，他自嘲般笑了一声：“你可以考虑自己的女性名字了。”夜晚，贝克兰德桥区域铁门街的一条小巷子内，修站在不知被谁打碎的煤气路灯下，想起了今天下午的事情。确认不再被跟踪后，他返回了乔伍德区，暗中观察起福尔斯，发现这位好友一直没有出门，和往常一样待在家里，用大量的时间看小说、报纸和杂志，并于拉着窗帘的房间内消磨了近1个小时，似乎在熟练本身的非凡能力。
直到实在没别的事情做，他才翻出纸张，写了1刻钟的新书开头，然后一把撕掉，揉成团状，丢进了垃圾桶里。他还抽烟过量，喝酒过量。修暗自咬了下牙，看见巷子另外一头的阴影里走出来一个穿着黑色正装的男子。这男子身形高大挺拔，脸上戴着副黄金打造的面具，露出了眼睛、鼻孔、嘴巴和两颊，正是和修联系的那位军情9处人员。有什么紧急事情？他直接开口问道。修个子虽矮，气势不输的说道：我在东区被人跟踪了，怀疑是极光会的人，他们似乎也在查上次聚会的事情。修原本预备的话题是对方之前要求寻找的一个人，打算用不保证真实的线索让这次的紧急见面请求变得正常，而现在他有了极光会这个更好更合适的借口。极光会的疯子就是这样，虽然知道我们同样在查这件事情，在寻找他们，但也不会退缩。如果不是这样，他们不会总是遭受打击。黄金面具男笑了一声道：坦白的讲，他们没有直接围住你，将你带到无人的地方询问或者通灵。我很意外，修正要回答极光会的人没有跟踪太久，忽然想到了那让自己难以释然的恍惚，于是斟酌着提了一句：我不清楚我究竟遭遇了什么，在那么很短一段时间内，我似乎有点迷糊，记不起自己在想什么。黄金面具男一下沉默，过了10几秒才道：对你的跟踪调查应该已经结束了，极光会对这件事情的重视超乎我想象，我会汇报上去的。你之前说过，收到邀请却未参加聚会的非凡者相当多。修点了下头道：每次参与聚会的人员不超过收到邀请者的1/3，这是大部分聚会的正常状态， X 先生的也不会例外。黄金面具男思考了一阵，转而问道：上次让你找的人有线索了吗？原名特丽斯那个？修见对方颔首，摇了摇头道：还没有。他应该是个老手。黄金面具男顿时呵呵笑道：他杀过的人比你完成的赏金任务还多，如果有线索，尽量不要靠近，他非常危险。修嗯了一声，步入正题道：这次有新的委托吗？为什么突然变得积极？黄金面具男略感诧异的问道。修坦然回应道：我快攒够兑换审讯者魔药配方的功勋了，希望能早点获得。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你可以直接兑换魔药，那会省不少功勋。黄金面具男竟站在修的角度开口道：我已经有非凡特性了。修摇头道：那还要很久，也许我能在别的非凡者聚会里买到材料。黄金面具男没再规劝，半叹半笑的说道：那祝你好运，这次有一个比较复杂的委托，如果你能完成，功勋应该就足够了。修按捺住欣喜，开口问道：什么任务？黄金面具男语气略有点古怪的说道：留意斯特福德子爵接触的人，将每一个都列入报告，提交给我，不需要你经常去监控，当你有空闲或者路过，就顺便注意一下。相信我，这个任务不止你一个在做，1周只要能提交一份有价值的报告，就能获得一定的功勋，每周都有斯特福德子爵。修突然又有点恍惚，而这次恍惚，他知道为什么。这位子爵是宫廷侍卫长，是他父亲曾经的副手。第89章精神印记。修恍惚了10来秒，才记起回应。他看着那位黄金面具男，点了点头道：好，我会留意斯特福德子爵接触过哪些人的。黄金面具男似乎没察觉他刚才的失神，转而说道：还有个任务，黑夜教会的红手套在排查灵教团有关的事情，你如果有得到相关的情报，立刻联络我。修嗯了一声，还无法从刚才的那种情绪里摆脱。黄金面具男静默了几秒，斟酌着开口道：有没有兴趣直接加入我们军情9处？你可以依旧保持现在的身份，活跃于东区。修愣了2秒，嘴巴张了张，一时做不出决定。黄金面具男也没有要求他立刻回答，笑着说道：不用着急，等你真正成为审讯者后再告诉我答案。说完，他一步步后退，融入了巷子另外一头的阴影里。同样的夜晚，克莱恩又一次从梦中惊醒，他于伯克伦德街下水道内布置的精神标记被人触动了。又有谁半夜不睡觉？海柔尔不害怕怨魂附体了？克莱恩无奈叹了口气，从枕头底下取出用灵性之墙包裹着的铁质卷烟盒，走到了窗帘紧闭的阳台上。怨魂塞尼奥尔迅速跳跃至金属栅栏围出的煤气路灯表面，然后穿过井盖，深入下水道内。前行没多久，克莱恩就借助密友的眼睛，看见了一身平民衣裙的海柔尔。这位少女正警惕地向目的地行去，左手不自觉抬起，触碰着胸口悬挂的镶嵌有7枚翠绿石头的项链。
右掌则紧握着一枚黄金制成的符咒。这符咒虽然尚未激发，但却给人阳光般的和煦感，还带着点早晨露水的清新。看到这一幕，克莱恩豁然想起了之前晨起散步时遇到的事情。海柔尔早早起床，在自家花园里闲逛。他当时是在搜集制作太阳领域符咒的材料。清晨的露水，克莱恩不是太确定的猜测着，对此略感奇怪，因为海柔尔不仅是神秘领域的半文盲，很多常识都不知道，而且还是黑夜女神的信徒。这样一位非凡者向永恒烈阳祈求，基本不会有回应，就算出现特殊的小概率的事件，也应该是被惩罚，因为他太久没去下水道挖掘和寻觅，那位用梦境引导他的非凡者着急了，所以借助梦境反向灌输，教会了他怎么制作太阳领域的符咒。相应的途径从偷盗者开始，高层次代表阿蒙又被称为毒神者。这是否意味着这条途径到了某个序列，就有能力伪装成其他神灵的信徒，绕过防备，窃取到回应，制作出各种类型的符咒？这确实很符合他们一贯以来的表现啊。克莱恩通过怨魂塞尼奥尔的视觉，看着海柔尔一步一步走向下水道深处。根据他的灵性直觉，那枚太阳领域的符咒虽然针对怨魂，可要想真切的威胁到一位序列物，还是差了不少，顶多能造成一定的伤害。毕竟海柔尔没法获得太高级的材料。不过克莱恩并未让自己的怨魂再次附体对方，害怕惊扰到那位用梦境影响着海柔尔的非凡者。等到明天塔罗会结束，他应该就可以获得偷盗者途径的低层次物品，做相应的调查了。在此之前，维持正常是最好的选择。当然，前提是他确信海柔尔这么一两天的功夫挖不出什么东西来，自身有充裕的时间准备。而作为一名占卜家，有许多办法做确认，最简单的就是去灰雾之上收回密偶。克莱恩逆走4步，来到那根根石柱撑起的古老宫殿内，具现出纸笔，写下了相应的占卜语句。最近3天，伯克伦德街有大事发生，借助黄水晶吊坠，克莱恩获得了否定的启示。也就是说，3天内，伯克伦德街不会被大的意外冲击。至于海柔尔真的挖出了什么，却只影响到自己，对伯克伦德街来说算是小事的可能。他并不在意，因为小事就意味着不会干扰到他后续的计划。他没有一定要阻止的信念。他之前已经在舞会上用暗示的方法提醒过对方，如果海柔尔没有听懂或者不放在心上，那就是他的问题，克莱恩不会因此有什么心理负担。回到现实世界，等了近3刻钟，等到海柔尔出来，而弟弟没什么变化后，克莱恩才重新躺回床上，依靠冥想快速入睡。周一下午3点整，一道道深红的光芒腾起于青铜长桌两侧，浮现在了愚者克莱恩、太阳戴里克和世界格尔曼斯帕罗的眼中。正义奥黛丽的心情依然不错，向着被灰雾笼罩的身影行礼道：下午好，愚者先生。克莱恩含笑颔首，回应了这位总是让人心情愉悦的少女。与此同时，奥黛丽目光一扫，发现愚者先生的手边纸牌多了一张新的亵渎之牌，不知道是哪条途径的，真希望他属于观众啊。奥黛丽心中一动，转而与其他成员互相致意。等到一切平息，他抢在隐者加德利亚前，望向斑驳长桌最上首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搜集到了3页罗塞尔日记，这其实是鲁恩谷物搜集和保护基金会获得的，但他作为发起人和主要资助者，很轻松就有了抄录的机会。对此，奥黛丽非常骄傲，愈发觉得当初成立这么一个基金会是明智的决定。可惜的是，为了不暴露身份，他没法将这件事情和塔罗会其余成员分享。很好，克莱恩笑着点了下头，示意正义小姐可以将日记具现出来了。而这个时候，隐者加德利亚没有插言，似乎并未拿到新的罗塞尔日记。神秘女王暂时没回复他，或者注意力放在了别的事情上。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看着正义小姐浮现出那3页日记，并让他们跳跃至自己的掌心。一眼扫过，克莱恩嘴角险些抽动，因为又遇上熟悉的罗塞尔烈焰记了。和神秘女王贝尔纳黛精心挑选过的、信息量极大的那些日记相比，其余成员得到的部分往往不是那么重要，内容更多偏向于罗塞尔的日常。正义小姐提供的这3页就是这种情况。克莱恩随意的翻了翻，发现只有1则日记值得细读，至于其他，不是记录着和某某小姐、某某夫人鬼混，就是在鄙视某些靠身份而不是智商存活的家伙。
甚至表达了因为听到某些香艳传闻，对魔女产生的向往之情。很快，克莱恩将注意力放在了最有价值的那则日记上。从教会得到的一些资料显示，精神上的缝合怪真的存在。高序列强者死亡后，析出的非凡特性都会有本身的精神印记残留，这很强，也很坚韧，单纯依靠时间，或许几百年、上千年都不会完全消失。当那非凡特性与周围物质结合，形成神奇物品时，必须有足够相似的精神才能使用，否则负面效果会大得超乎想象。而这非凡特性保存下来，成为魔药主材料时，服食者同样得有相似的精神体才能承受，要不然大概率失败。在神秘学领域，晋升失败往往就等于失控或死亡，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被安抚下来，保持一种微妙的状态。不过，听说有些特殊的封印物，可以把没有融合的非凡特性牵引出来，重新组合，让失败者相当于没服食魔药，只是承受了一次精神方面的风暴。但据我猜测，应该还有残留基因层面的一些异变。因为资料提过，依靠类似办法活下来的晋升失败者，在后续5年内，大部分会罹患绝症，所以服食与自身精神体相似的魔药能有效降低晋升的难度，但又会被里面残留的精神印记影响，不知不觉出现人格分裂等情况，一步步演化成精神上的缝合怪，就像原本那位高序列强者复活在了他身上一样。复活，仔细想想，真的有点恐怖。不过，教会告诉我，有2-3种办法能够除掉非凡特性内的高序列精神印记，至于是什么，他们没有讲，似乎不是那么容易。难怪索伦家族喜欢与先祖相似的后代，称这为有天赋。天赋，不得不说，我有点同情弗洛朗了。精神上的缝合怪，高序列的精神印记，听起来有点惊悚啊。原来高序列的魔药还有这种问题，教会应该是有办法解决的。他们天使不缺，0分级封印物不缺，可以将那非凡特性击碎重组，从而完成进化。那些古老的家族就不一定了，他们未必还有天使庇佑。0分级封印物可能掌握着1到2件，但不是那么好利用。而且不同的0分级封印物应该是有不同作用的，未必擅长这方面的事情。克莱恩思绪一转，让手中的日记直接消失，然后望向正义小姐，轻笑问道：“你想换取什么？”奥黛丽就等着魔药材料，暂时没什么缺的，所以毫无疑问优先选择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尊敬的愚者先生，您手边多出来的那张牌是亵渎之牌吗？哪一张？第90张还有。我就知道正义小姐看到多出来的那张牌不会不问。轻轻松松又混过了一个问题，克莱恩暗笑一声，姿态随意的翻了下新的亵渎之牌，将它展示给正义看。暴君果然，格尔曼斯帕罗将他上交了，这就是愚者先生的目的。倒吊人阿尔杰抢先瞄到带3重冠冕的罗塞尔大帝，于心中感慨了2句。他已经拿到灾难主祭的魔药配方，弄清楚了需要什么样的仪式，此时心情极好，只觉前方道路虽有阻碍，但光芒照耀，充满希望。正义奥黛丽很快也将那张亵渎之牌的细节尽数纳入了眼底。暴君牌看起来像是水手途径的，真羡慕倒吊人先生啊。咦，倒吊人先生没有一点惊讶和震动的表现，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的反应应该比我们大才对。他提前就知道了这是水手途径的亵渎之牌，排除掉所有的不可能，这是唯一的解释。可倒吊人先生怎么会提前知晓？序列0，暴君，风暴之主对应的魔药名称是暴君，这张暴君牌应该就是教皇牌的原型，不过具体的意思还是有些差别的，部分吻合，部分更接近逆位，部分属于延伸。总之，牌面解读是代表保守的观念，强调精神层面的服从，依靠威严和力量制造恐惧，带来信仰。从小喜欢神秘学知识的奥黛丽一边解读，一边产生了强烈的满足感，只觉那3页罗塞尔日记奉献的太划算了。亵渎之牌，同样善于解读，掌握着诸多知识的隐者加德利亚也迅速弄清楚了那张牌代表哪条途径，并在自身见识的空白区域添加了序列0。暴君这个信息，除了这些，他还联想到了一些事情。世界格尔曼斯帕罗谋划了海神卡维图瓦陨落之事，愚者先生因此获得了那根象征海神权柄的短杖，开始以海神的名义回应信徒。
他这次又得到了风暴途径的暴君牌，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巧合。想着想着，隐者加德利亚悚然一惊，怀疑愚者先生在悄然侵蚀风暴之主的权柄。神灵间的争斗，布局缜密、影响深远的庞大计划，这就是愚者先生的真实目的之一。一个个念头在加德利亚脑海内闪过，让他不自觉就收回了目光，不敢再看那张暴君牌。魔术师福尔斯月亮埃姆林对序列灵了解不多，只在之前的塔罗聚会上听愚者先生提过一次，此时仅差异于那是亵渎之牌，并隐约将暴君这个称号和序列灵魔药的名称和风暴之主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一个有点瑟瑟发抖，觉得自己在做毒神之事，一个则顺势联想开来，猜测起人造吸血鬼那条途径的序列灵叫什么，肯定是月亮或者红月。埃姆林思绪一转，有了答案，至于是不是正确的，他并不在意，反正他觉得这肯定很接近真实。太阳戴里克在白银城受过非常扎实的神秘学教育，对序列灵这个概念并不陌生，甚至一直将自身的目标设定在这个层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白银城带去光和热，带去希望和未来。这应该代表着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原来叫暴君，不过他的权柄似乎比这张牌表现出来的要多一点。戴里克难得有深切参与感的想着。展示2秒后，愚者克莱恩重新将暴君牌盖好，状似随意的看了隐者女士一眼。加德利亚连忙开口道：“尊敬的愚者先生，这次没有新的罗塞尔日记。”果然，克莱恩轻轻颔首，微笑说道：“该你们了。”他话音刚落，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就望向了倒吊人。等这次聚会结束，我会把那份海洋歌者非凡特性给你，帮我找工匠制作成便于携带的神奇物品。又有一份海洋歌者非凡特性。同样的想法同时在正义奥黛丽、月亮埃姆林等人心头冒出。序列5的强者可不是能于街边随意买到的胡萝卜，而世界先生这1-2个月里已杀了好几位，这次真的是风暴教会哪位准高层遇害了。隐者加德利亚从愚者先生在侵蚀风暴之主权柄这个猜测出发，有了一定的想法。魔术师福尔斯愈发畏惧格尔曼斯帕罗，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动用那2页记录着半神级非凡能力的笔记。太阳戴里克则忍不住想到了白银城组织队伍清除一个区域内怪物的事情。在那样黑暗绝望的环境下，每次收获的序列无主材料或非凡特性也不会太多，甚至没有。好，早已做过承诺的倒吊人阿尔杰冷静回应，没提工匠的制作费用，这让正义奥黛丽、隐者加德利亚等人看出了一点端倪，怀疑世界先生和倒吊人先生私下有过合作，商量好了某些事情，而这与奥黛丽认为倒吊人事先知道那张亵渎之牌是暴君牌的细节吻合，让他猜测起暴君牌可能是2人私下合作的收获之一。不等他们开口询问各自需要的事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在克莱恩操纵下环顾了一圈道：“我这里还有份黑皇帝途径序列5混乱导师的非凡特性，如果制作成神奇物品，应该能具备借助秩序漏洞扭曲目标语言、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并可以提升体魄，制造一定范围内的混乱。”他说的这么详细，是因为他的目标客户是正义小姐和隐者女士，这2位都不可能转到黑皇帝途径，对非凡特性的需求自然集中在神奇物品上。当然，后者还有为手下、为组织成员购买非凡特性的可能。还有份，又是序列5，世界先生上周究竟做了什么大事？正义奥黛丽一时竟忘记了对那份非凡特性产生兴趣。隐者加德利亚、月亮埃姆林等人，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又是哪位序列5强者遇害了。倒吊人阿尔杰更在意的则是，这属于黑皇帝途径，对应序列5混乱导师，后者是他之前不曾掌握的情况。沉默了10几秒，正义奥黛丽开始回味世界先生刚才的话语：抓秩序的漏洞，制造混乱，提升体魄，扭曲目标的语言、意志和行动。突然觉得和亲爱的霍尔伯爵很相配啊，而且我也想拥有这样的能力，仅靠自己和谎言，我还有太多的短板。先弄清楚价格，找机会问下爸爸，看他有没有兴趣为自己或者他可爱的女儿买下这么一件神奇物品。奥黛丽想了几秒，小幅度举了下手道：世界先生，你打算用它换取什么？或者卖多少金镑？丧钟这种制作好的神奇物品合理价格是1万到12000镑，仅是非凡特性肯定要便宜一点，7000镑到8000镑差不多了。克莱恩早就计算过，
此时又想了一遍，然后让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回答道：8000镑。他知道正义小姐如果真的感兴趣，应该不会还价。奥黛丽点了点头，转而望向对面，倒吊人先生，这样一份非凡特性制作成神奇物品，大概需要支付多少钱给工匠？阿尔杰快速默算了下道：1500镑，至少，也许会有上浮。好的，正义奥黛丽移动视线，对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道：我考虑几天，这周之内给你答复。你可以继续问别人想不想要。世界沉默点头，抬眼望向其余成员，见隐者女士犹豫了2秒，最终没有开口，而其他人有且只有兴趣。就在正义奥黛丽准备询问迷幻风铃树的果实时，所有成员都听见世界格尔曼斯帕罗低哑说道：还有一份序列5的非凡特性，耕种者途径。德鲁伊豁然间，整个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变得极为安静，除了悠然注视着众人的愚者先生，只有倒吊人阿尔杰没泛起多余的念头。还有份，什么时候序列5的非凡特性变得如此常见了？他究竟做了什么？隐者加德利亚突然有了些莫名的感触，只觉自己冒着风险，辛苦多年，结果却和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手中的商品没有本质的区别。太可怕了！魔术师福尔斯已经在脑内想象出了一系列的故事。好厉害！太阳戴里克愈发崇拜世界先生。正义奥黛丽和月亮埃姆林久久说不出话来，在这个瞬间感觉到了自身语言的贫乏。过了近10秒，隐者加德利亚才品读出世界格尔曼斯帕罗刚才那番话语潜藏的意思。他没有提德鲁伊非凡特性制作成神奇物品后的效果，这是在问我要不要给弗兰克买。这一刻，加德利亚前所未有的为难。